环球旅行，我现在到了法国巴黎，在我身后就是著名的埃菲尔铁塔。按现在的审美来说呢，这玩意儿是不好看的，就是一个纯纯的大铁架。但它是1889年建成的，19世纪的审美已经很不错了，而且是当时世界第一高楼，330米，再花123块钱人民币买张门票，徒步上到塔顶，10分钟就到了。对于我来说没什么难度，比喝水还简单。上来才知道，走路只能走到中间，上塔尖还得重新买票。老外的景区套路也深呢，那咱就不当这个冤种，不上去了。搁哪儿不是看，是吧？这就是巴黎的城市全景了，看起来也不错呀，没网上讲的那么差那么拉呀，值得一来。他们这城市规划挺好的，虽然看起来建筑啊、路啊都蛮老旧的，但是起码没有遍地的瘾君子啊、各种流浪汉，随时随地都怕自己被抢。可能我的阈值太低了吧，没办法，同是发达国家，美国给我的冲击力太大了。请问这是啥项目啊？搁塞纳河游泳，这跟粪坑里面蝶泳有什么区别？上来得进医院吧。塞纳河畔有没有咖啡我不知道了，但是这个水真的是巨臭巨腥，感觉跟印度的恒河一样，而且还巨多本地老外往河边凑。咋了？这是没有嗅觉了，还是习惯了？我寻思来趟法国不容易，整点纪念品吧。两眼一黑 ，Made in China， 中国制造，又是义乌的。法国菜跟咱们中餐并列世界3大菜系之一啊。而这家店就是巴黎评论最高、评分最高、回头客最高的一家店。这还是法语菜单，英文我好歹也懂一点。那咱们老规矩吧，让他给我上招牌菜，上啥我吃啥。法餐果然是量少不管饱还贵的鼻祖啊！就这3块肉，您猜多少钱？180块钱人民币。就一只这样的虾，140块钱人民币，这不得好好尝一下吗？这辈子没吃过这么贵的虾。冤种，跟我在外面快餐店吃的那些5、6块钱有什么区别呢？牛肉啊，还是生的，还可以啊，10分有5分吧。第3道菜是啥菜？我没看懂啊。哪个是主菜啊？就这玩意儿要我280块钱人民币，我尝了半天才尝出来，这个像面包的是鹅肝，头一回吃这样的鹅肝，能把鹅肝做成黄油面包一样，也是有水平啊，有点技术的。第4道菜，法式焗蜗牛，250块钱人民币。咋说呢？味道没啥惊艳的，吃起来就像那个广式炒田螺，而且它的造型也很像我们的田螺肉，口感也一模一样，没啥特别的。第5道菜，章鱼饭，530块钱人民币。章鱼就不简介了，这个居然是用的紫米。这个紫米饭还可以，口感很细腻，很入味，挺好吃的。尝一下这个章鱼怎么样？章鱼就差了一点，它毕竟是熟了的章鱼。菜第6道菜，煎三文鱼，480块钱人民币。这个好吃，外焦里嫩，一口下去，嘴里面全是鱼油鱼脂在打转，这个好吃。最后一道招牌菜，煎牛排，780块钱人民币，咸了，而且还有点柴。我感觉这个很一般啊，一般中的一般啊，连5分都没有啊，失败。一道惊艳到我抽耳光不放手的都没有。我觉得西班牙都能赢他，就这儿也能跟咱们中餐并列3大菜系之一，别碰瓷了吧。出发罗浮宫啊，咱们坐地铁过去，体验一下巴黎的地铁到底是什么样的。这是整个巴黎的地铁路线图，列车站点还蛮多的，看起来还蛮方便。地铁卡20块钱人民币，坐一次也要20块钱人民币，蛮贵。
还蛮干净的呀，哪有网上说的那么夸张、那么差、那么离谱啊？这不都挺好的吗？中文播报，我是回国了吗？这里就是罗浮宫了，号称有37万藏品，如果每个藏品要看20秒，起码不吃不喝要逛8天8夜才能看完。那咱这种俗人一点都雅不起来的，就看他们的3件镇馆之宝就可以溜溜球了。蒙娜丽莎，我来了！这么多人怎么看呢？而且这些本地老外长得老高了。没想到我这样的屌丝乡里边，能一睹蒙娜丽莎微笑的真迹。但听网上的人说，真的已经被偷出去了。在这里呢是一个高仿品，但不管了，挂在这里，它就算是高仿也是真的。第2个镇馆之宝，胜利女神。我寻思，这不是劳斯莱斯车标吗？第3个镇馆之宝，断臂维纳斯，咱们中国高考数学的噩梦呢。之前罗浮宫中国的展品已经搬到另外一个博物馆了，那才是我最想看的东西。继续出发，集美博物馆，但个人建议改名叫强盗博物馆。好了，到咱们中国朋友开始难受了。第2、第3层全是咱们中国的展馆。我的天哪，你在国内的不一定能看得到那么多的宝贝。这是商朝的，这是夏朝的，2000多年前的铜器。我现在完全相信咱们三星堆是真的了。之前网上有很多质疑，你看这个是夏朝2500多年前的东西，它的纹路、青铜器的雕塑，很明显是延伸了三星堆的风格。这是我们商朝的甲骨文，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呀？哇，这些东西都太开门了。咱们的云冈石窟、龙门石窟，大部分缺的头啊、身啊，基本都在这儿。而这个房间的收藏，就是敦煌永远的痛，莫高窟丢失的那批文物之一。而这个更是重中之重，八臂观音。其实来这博物馆，我是奔着他们的镇馆之宝，咱们中国的易县三彩罗汉来的。上一次看到易县三彩罗汉是在俄罗斯的东宫，那个为了偷运，把手脚全部都打烂了，就剩个头跟身体。哇，栩栩如生，跟他对视，感觉他都要活过来了。咱们老祖宗的手艺太牛逼了！希望文物早日回家，吾辈当自强，勿忘国耻。大家都说巴黎浪漫，我来了快1周了，也没感觉这有啥浪漫的。而且网上还有谣言，说什么给他1根烟就亲我1口，给他1杯酒就跟我走。我昨天在路边拍了1条烟，没一个屌我的，都是骗子。互联网，而且整个巴黎玩的东西都比较雅，像我这样的俗人拍拍照、打打卡就可以走了。毕竟我对雅过敏呀。那咱就随便租一辆车，环游整个法国。第一站打卡圣歇米尔山，周杰伦 MV 同款，看看那里是不是真的很梦幻。吃饭，到了！哇吼！没想到真的有这么梦幻的地方存在，我还以为是 P 图的呢，这也太梦幻了。但是这个景点已经围起来了，我这翻进去，别人拿枪枪毙我，应该也是合情合理的吧？哎 ，I can? Oh, okay. You have to close Yeah. the door because of the sheep. OK， 看好了啊，是本地老外开门的啊，跟我没关系啊。枪毙他了，可就不能枪我了啊！好多羊咩咩，好可爱呀！你说这到底是拿来孜然呢，还是清蒸呢？感觉都好吃啊！喂，起床上班了。
这边应该是退潮了，涨潮的时候这里应该是海。咱们进去溜达一下，看看有啥好玩的。这里就是大门了，符合我对欧洲中世纪城堡的刻板印象。但城堡里面的房子看起来就是新建的，还挺商业化的。搁欧洲古代，这城堡的地理位置绝了。最顶上是一个修道院，还蛮出片的，值得来。出城堡就刚好日落，水位已经涨起来了，真美。这不比巴黎浪漫多了？继续出发，再开10个小时的车到法国的南部，据说那里超美。法国的油价更贵啊，95一升要13块钱人民币，就离谱。高速费也不便宜哦，100多公里路要170块钱人民币。完了，超了点速被交警逮了。Where you were born in China? Yeah, China. China。这边交警也配枪啊！我就说怎么没看到鬼果少年呢？哪个驾驶员敢有反骨啊？罚了90欧，相当于人民币738，直接就能刷卡，还蛮方便。我去，大出血，心都菜痛了，再也不敢了。到了法国第2大城市里昂，下去打个卡吧。来都来了，进城才知道。这里原来是小王子的故乡啊，还蛮讽刺的。小王子这本书写的是向往美好生活的童话故事，而作者安托万·德圣·埃克苏佩里是死于第2次世界大战，到现在尸体都没找到。底下还有句特别有意思的铭文：我将看似死去，但这不一定是真的。狠狠的共鸣了，点个赞。抓到了一个像素版的小王子，还挺可爱。里昂壁画墙上面刻画着本地最有影响力的30个人。整个里昂没什么好玩的，这是唯一能拿得出手的景点，咱们打个卡就撤。小王子886。到尼斯了，这才叫做海嘛，好美啊，蓝的太不真实了。这海好看，爱看，我能看一整天。搁这游泳也太爽了吧，妥妥的人间仙境啊！感觉整个法国除了巴黎，哪儿都很浪漫呢。就算今天没带泳衣泳裤，我高低也下去游一圈。搁这海边躺着真的好爽啊，就可以什么都不干，听着这些海水冲刷鹅卵石的声音，我就可以搁这躺上一整天。爽！最后再开8个小时的车到阿尔卑斯山脉脚底下的霞慕尼给还了。来都来了，那咱们徒步当地最经典最难的冰川徒步路线，全程9个小时轻松拿捏。霞慕尼这个地方很多人都没听说过啊，给大家科普一下，这是第1届冬奥会的举办地，也是欧洲各类户外的起源地。你们认识见过的所有欧洲户外大神都是从这里开始。就是这儿，咱们再走4个小时就到了。Like a row of captured posts over old dead grass. There's never much, but we've made the most. Welcome home. 整个法国之下游了一圈下来，我感觉只要出了巴黎都挺好看，挺浪漫的呀。可能我对雅过敏吧，我觉得巴黎里面
一群装货，整体给我的感觉吧，就像是上海 Plus 加强版。无论是本地人还是游客，都喜欢 cos 有钱人，我就不知道为嘛。这冰川也太拉胯了，黑不溜秋的，我不说谁知道它是个冰川呢？但路上的风景还是不错的。最后再泡个雪山温泉爽一下。下期欧冠决赛见。